婆婆让我每天凌晨磕头敬茶，自己不起床，愚笑老公帮腔，家规如此。新婚第一天，婆婆要我学古代媳妇早起给她敬茶。等我端着茶请她起床出来时，老公怪我为难婆婆。婆婆善解人意道：“哎，妈受点累没事，只要妍妍能开心就好。”我当即砸了茶杯：“您这老绿茶比我这杯正宗，演得好，我这老公赏给你了。”我和男友丁阳恋爱3年，现在终于要步入了婚姻殿堂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婚礼结束后，殿堂就已经开始变成坟墓了，而婆婆就是那个罪魁祸首。等婚礼琐事一切结束后，已经晚上1点了。我本以为第2天能睡个懒觉，毕竟婆婆王华看起来善解人意，而且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也不用我们去特意见她。只是没想到，婆婆悄悄拉着我的手说，希望我第2天能5点起床给她敬茶。你看人家古代大户人家的儿媳妇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给婆婆请安敬茶，这是对婆婆的尊重，更是孝道。妈也不是老封建，不用你天天早起，但明天可是新婚第1天，这可必须做到，就当给我尽一份心。我有些为难，但还是咬牙同意了。丁阳和母亲相依为命，是他妈妈一手把他拉扯大，他也在之前就和我说过，有什么事要多体谅他妈，让着他妈。可我没想到，这是居然是他给我的一个下马威。隔天一大早，我忍着疲惫和困意挣扎起床，丁阳迷迷糊糊问了一句，又躺下了。等我洗脸清醒后，端着一杯泡好的龙井茶走到了婆婆房门。这龙井还是我托人特意买的，因为我知道婆婆爱喝茶，所以送她当礼物。我敲了敲房门，妈，我来给您敬茶了。门内毫无反应，我等了2分钟，重新敲门，提高音量，妈，您起床了吗？我敬茶来了。丁阳打着哈欠走出来拦我，妍妍，你一大早干嘛呢？别打扰妈睡觉，她身体不太好，不能被吵醒。我话还没来得及出口，门开了，婆婆一脸无奈，你别说妍妍，她不过是想让我早起喝她的茶，我身体没关系，你别怪她。话虽如此，可是她那虚浮的脚步和苍白的脸庞，任谁都觉得她撑不住。丁阳扶着婆婆，语气带着责怪，冷冷看着我，你别整这些有的没的行吗？婚礼上还没玩够，还拉上我妈，她身边不好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婆婆还是那么善解人意，你别生气，妍妍她开心就好，我没什么的，只是怪我身体不行，让妍妍不开心了。丁阳皱着眉，妈你别逞强了，医生在就说过你不能受累，不能熬夜，昨天闹得那么晚才睡，今天又被吵醒，你身体可能要不舒服了。我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幕，被婆婆3言2语的话气得七窍生烟，合着是我要早起玩这一出，是我这个当儿媳的不懂事了。我气笑了，朝她走近一步。丁阳下意识护在他妈面前，质问我发什么神经。我发神经？明明是你妈昨天晚上心血来潮，要我学古代儿媳早起给她敬茶，要不然我发疯啊，大早上起床。现在怎么又成我的不对了？丁阳表情不自然，我妈不是那人，她怎么会？婆婆打断她，一脸无辜，好了好了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睡过头，一点小事你俩还要吵一架吗？他息事宁人的让我们回房，事情就这样吧，我没生气，妍妍也没生气，小事罢了，赶紧回去补觉吧，昨天累到那么晚。听他这话的意思，这还成我的不是了，想让我忍？放屁！我直接摔了茶杯，怪不得您不喝我的茶，妈，你这多年老绿茶可比我这龙井正宗多了啊！婆婆有点绿茶，
我是知道的。早在我们第一次上门见家长时，我就感觉到了。当时我才进门，他就忽略我，直直扑倒丁阳身边。儿子，你回来了。他亲亲热热地把儿子带进去，留我一个提着礼物，尴尬地站在门口。好半天，他才一副反应过来的样子来迎接我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阿姨不是故意的，阿姨就是见到儿子太高兴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当然只能摇头。你就是妍妍吧？阿姨总听阿阳提起你，果然漂亮大方啊，比阿姨年轻的时候好看多了。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丁阳马上过去哄她。哎呀妈，你说啥呢？你现在也是最漂亮的，在我心里没人比你漂亮。好不容易婆婆才笑出来，母子俩的谈话完全忽略了我，让我没办法不多想，也意识到婆婆可能不太喜欢我。婆婆做好饭招呼我们上桌，期间我一直努力搭话，婆婆也从一开始的爱答不理变得热切起来，似乎已经对我改观。可在夹菜时，不管我给丁阳加什么菜，她都会自然而然来一句，她不喜欢这个。妍妍还是不太懂阿阳啊，别怪阿姨多嘴，阿姨最懂她了。一顿饭吃的让我肠胃不适，还好丁阳总是帮我说话，也安慰我以后会好的。我理解婆婆可能是太爱儿子，心里只是希望以后能和婆婆好好相处。之后到了婚期，妈妈带着我去看婚纱，而婆婆王华也自告奋勇加入。那我陪着妍妍一起吧，我儿子喜欢什么样的我最清楚了。其实我听了这话心里不舒服，婚纱明明是我穿，不是要选我喜欢的才对吗？但我没有多想，只当是婆婆热情，也愿意陪我，所以同意了。可就在挑婚纱的途中，每当我穿一件出来，她都会笑着摇头说不好，这件不行，这显得腰线太粗，妍妍啊，你还是要再减减肥。这个也不行，钻这么多，闪得人眼花。换一下那件吧，阿阳他不喜欢鱼尾的，而且行动不方便。当我换了一件自己最喜欢的抹胸婚纱，我妈点头说好，而她直接尖叫，这件更不行，这露着腰，还露着这么多脖子、胳膊，太暴露了。我妈气得翻了个白眼，被我拉到试衣间安抚。妈，你别生气，咱们要理解一下，她年纪大了，这件对她来说算不上保守，她没有坏心的。我妈恨铁不成钢，真不知道你看上她家啥了。孤儿寡母没有存款，连房子都买不起，还对你挑三拣四，以后有你苦头吃。丁阳家里条件确实一般，父亲早逝，但是他很争气，在大厂工作，而且对我好，很爱我。当初结婚时是我家出的婚房，他家只出了10万的彩礼，在海城这个地方，彩礼确实不高，我爸妈是有些不满。我家只属于中产阶级，他俩当然希望我能嫁给一个有钱人，而不是扶贫。但丁阳诚恳上进，再加上我死脑筋，他们也同意了。我拉着妈妈的手撒娇，让她消气，觉得这实在算不上大事，谁家结婚没点鸡毛蒜皮，谁家婆媳真的好的像亲母女。最后还是买了我最喜欢的那件，丁阳也特意打电话来告诉他妈不用插手，婆婆无可奈何，只好安静闭嘴。事情总算告一段落，而婆婆也确实再也没说什么，婚礼最后顺利结束，只是没想到会变成现在的样子。我的那番话气得婆婆直接捂着胸口倒在丁阳怀里。哎呀呀，作死啊！你这媳妇找的，怎么能这样说我？气死我了！丁阳连忙搀着他妈回房，安慰了他好几句。随后丁阳瞪大眼睛，赶紧拉着我离开。你疯了？你说什么呢？那是咱妈，你太不应该了。我被他强制带回房间，
关起门来吵。你妈什么意思？这是新婚第一天，看我不顺眼，要治治我。我告诉你，他要是好好对我，我也会尊重他，但他要是为了驯服我而故意这样，我也不会任由他欺负。怎么可能？我妈她性子最好了，也很喜欢你的。丁阳很是不解，他不清楚一向和善的母亲怎么会为难我，也不理解向来温和懂事的我怎么会对他妈这么不礼貌。孟妍妍，我妈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，或者误会她的意思？我冷哼，放屁！昨天她明明要我敬茶显示孝顺，否则我干嘛一大早折腾起来？你当我昨天忙活一天不累啊？话也确实如此。丁阳烦恼的挠头，只好好声好气安慰我。那我晚上和妈说去，她可能说错了。老婆，你别生气了，看在我的份上，你别和我妈计较了。我当然不想因为一点破事损害我们夫妻间的感情，被她哄了几句也就消气了。但我明显低估了王华的整事程度。我特意托人从国外买了专给老年人补身体的药茶到了，我给了我妈和她，让她俩喝着调养身体。给婆婆本意是为了缓和关系，可没想到喝了几天，她就哭着和丁阳说自己命不久矣了。我是没福气的，不讨你媳妇喜欢，惹她生气，她非要给我喝什么药茶。这几天我总觉得头疼眼花，还总是咳嗽，身体重得厉害，一点也不舒服。你知道的，妈本来就身体差，现在喝了那什么奇怪的药茶，我感觉都要喘不上气了。不过你也别怪你老婆，她只是好心办坏事，不是故意为难我。谁让我这个当婆婆的没能耐，我就该好好听她话，顺着她的。她哭成这样，似乎我真的看不顺眼她，要害她似的。可是当我要提出带她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她又哭着说她害怕。看着婆婆这样做作的样子，我干脆暴毙站在一旁冷笑，别装了行嘛，实在不舒服就去死啊！话一落地，我也有些懊恼，自认说得太过，但丁阳动作更快。只见他腾一下站起来，二话不说狠狠扇了我一巴掌。我的侧脸疼得厉害，火烧一样，甚至耳朵都嗡嗡作响。一瞬间，我的懊悔和理智全被打消散了。他还要开口骂什么，却被我打断了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打断。我直接抄起一旁的烟灰缸，用力砸在他的嘴上。他呜咽一声，手捂着嘴蹲下去，半天吐出一颗带血的牙齿。我扔了烟灰缸，手在颤抖，整个右脸发麻，语气冰冷：丁阳，我们离婚吧。为什么我会这样激动？这不仅是一巴掌，更是因为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。结婚以来这大半年，婆婆和我闹过不少摩擦，最后都是以我俩冷战收场。当然没几天，丁阳就会在我们之中开始说好话，劝我们和解。婆婆和我也会在事后互相给对方面子，稀里糊涂把事情接过去，重新当和谐的一家人。可我们之间似乎真的磁场不合。那天是婆婆的生日，我们为她准备了生日宴，请了几个亲朋好友一起来庆祝。我和丁阳亲自下厨为她做饭，可就在饭桌上，婆婆当着一大桌子亲戚的面上笑道：大家快尝尝这饭菜，你们是不知道我这儿媳妇的金贵，以往顿顿饭都是我做的，她可不会进厨房半步。托了大家的福，要不是你们来，我这当婆婆的还吃不上儿媳的手艺呢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寂静一瞬，我的笑直接僵在脸上。她这话意思很明显，我这做儿媳妇的天天压榨婆婆，让她给一大家子做饭，自己好吃懒做，要不是有客人，连表面功夫都不会做。可是我明明提过分工合作，也亲自下厨做过，
她当时怎么说的？什么这个味道太重，那个做法不对，丁阳吃不习惯。又说什么我们工作忙，不要太累了，自己就爱做饭，希望我别让剥夺他的爱好。而现在怎么又换措辞了？我抢笑着反驳：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你说你爱做饭吗？体谅我太忙，不让我做啊。婆婆撇了下嘴，看我这儿媳妇就是人老实，谁家有人爱干活啊？不过也是，现在年轻人很少做饭了，又太忙，还不是家里人干，真是羡慕她哦，到哪里都有人伺候。一大帮亲戚又开始安慰她，其中夹杂着对我不懂事的评价。丁阳一边悄悄拉着我的手劝我，一边打圆场似的开口：好了，不说了，大家先吃饭吧。就是这一句，婆婆又开口了：你们看我这儿子真是贴心啊，这么爱老婆，要不说有了媳妇忘了娘呢。她这话称得上尖锐了。我在桌子下挣脱开丁阳，忍不住开口：妈，你这话就没意思了，明明是你说错了，还不让我纠正一下。早知道有这天，你当初干嘛要生儿子？你干嘛要让儿子结婚啊？让他一辈子孤独终老，陪着你一个不好吗？我和丁阳那边的亲戚不熟，何况这是婆婆的娘家人，更是压根不认识，自然半分颜面也不留。婆婆脸色几变，周围的亲戚也不敢说什么。生日宴最后草草收场，婆婆哭了一顿，被丁阳安慰了一晚上。几乎是凌晨，丁阳才哄睡他妈，疲惫的回到房间。今天是我妈的生日，你都不能稍微忍一下体谅她吗？你和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计较什么？她身体不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一个人辛苦养大我，你作为我老婆，也算她半个女儿，何必咄咄逼人？我一把掀开被子，在黑暗中隐藏了自己哭红的眼睛。少和我来这一套，她养大你没错，可没养过我一天。你看看她今天的话，明里暗里挤兑我，给我难堪，难道我要任由她一直说下去吗？丁阳头疼不已，只觉得是我太任性了，甚至要我去道歉。亏我妈还和我说你只是一时冲动，让我好好和你谈，没想到你一点都不反思。见她生气了，我还是主动道歉，去给婆婆递台阶。婆婆假笑道：哎呦，妈肯定不怪你，阿阳早说过你任性妄为，我当妈的委屈一会没事，而现在我再也不用在他们这里委曲求全了。我利索地收拾了行李和必备物品离开。走出门时，丁阳和他妈坐在沙发上，丁阳背对我一言不发。婆婆见我出来，还急着拦我：哎呦，不就一点小事吗？怎么就要离婚啊？妍妍你都这么大了，不能随便开玩笑的。你要怪就怪我，别生气阿阳，他只是向着我罢了，我让他给你道歉，你别气，都是妈不对。我冷漠地拍开他的手：阿姨，你误会了，我不只生他的气，我从头到尾都在怪你。他还以为我没看到丁阳扇我时他那一闪而过的笑容。丁阳开口叫他妈：妈，回来，别管他。我提着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的脸颊生疼，疼得我控制不住流泪。说不伤心那是假的，毕竟3年感情不是随便可以遗忘的。我不清楚丁阳怎么会成这样，明明在结婚前我们那么幸福，他总是无限包容我的坏脾气，对我的喜欢总是挂在嘴上，做在行动上，支持我的爱好，无条件相信我。就是因为他3年如一日的爱，我才会陷进去，答应和他结婚。他说过会一直保护我，会平衡好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，会好好教养孩子，会做个好老公好爸爸。可这才半年，他已经让我委屈无数次，失望无数次了。我对曾经憧憬的未来感到莫名的害怕。
爸妈对我大包小包回家还有些不理解，可当他们看到我脸上残存的掌印，顿时火冒三丈。我爸甚至抄起扫帚就要去打丁阳，这个鳖孙兔崽子敢打我女儿！我女儿从小到大只有我能打，她凭什么？我妈又急又气，带着哭腔抱着我。我的妍妍，她怎么敢的？天杀的丁阳！我好不容易止住的泪又哭了出来，抱着父母痛哭，我要离婚。一家人很快一拍即合，等我恢复2天，立马去离婚，而我也就此住在了娘家。但2天后，丁阳登门了，爸爸出差不在家，妈妈打开门的一瞬间就立刻关门，被丁阳死死抵住。妈，你冷静，我是来找妍妍的，我是来认错的。井号破茧，丁阳站在门口，身形显得有些憔悴，满脸焦急与懊悔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求，仿佛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妈，您让我进去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这2天我思来想去，都是我的不是。他的声音微微颤抖，眼神中满是恳切。妈妈眼眶泛红，愤怒犹如熊熊烈火在眼底燃烧，毫不留情地瞪着他，那目光似要将丁阳灼烧。你还知道错？你看看你把我女儿打成什么样了，现在还有脸来？妈妈的声音因愤怒而变得尖锐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锋利的刀，刺向丁阳的内心。这时，我从屋里缓缓走出来，脚步略显沉重，看着丁阳，心中五味杂陈，复杂的情绪如乱麻般缠绕。曾经那个在我眼中温柔体贴，仿佛能为我遮风挡雨的他，如今却让我如此陌生，好似眼前站着的是一个从未真正认识过的人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冷冷开口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那是被伤害后的自我保护。丁阳见我出来，像是看到了曙光，急忙上前几步，脚步急切的甚至有些踉跄。然而在我冰冷如霜的目光下，他硬生生地停下了脚步，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。妍妍，我是来道歉的。那天我不该动手，我简直混蛋透顶，我被妈蒙蔽了心智。这2天他的种种行为让我彻底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丁阳的话语中充满了自责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最深处挤出来的。我心中猛地一震，原本如死水般的心泛起一丝涟漪，疑惑不由自主地爬上心头。我看着他，目光中带着探寻，什么意思？丁阳深吸一口气，像是要积聚全身的力量来讲述这段不堪的过往。那天你走后，妈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丝毫没有因为我们闹离婚而难过。她还满不在乎地说什么反正她有儿子陪着就行，女人嘛，走了再找。丁阳说着，脸上浮现出一丝痛苦和愤怒交织的神情。我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，他却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后来我发现，他背着我偷偷联系了好几个媒婆，想给我介绍新的对象，说要找个能事事顺着他的儿媳。我这才明白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好好接纳你，一直在故意制造矛盾，破坏我们的感情。我难以置信地听着，心中的愤怒如同被点燃的火药桶，再次熊熊燃烧起来。所以这么久以来，你一直被他蒙在鼓里，任由他欺负我，现在才醒悟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我的声音因愤怒而提高了几分，眼眶也微微泛红。丁阳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膝盖与地面碰撞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的脸上写满了懊悔。妍妍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的离谱。以前是我愚孝，盲目听从妈妈的话，没有站在你的角度考虑，没有保护好你。
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已经跟妈说清楚了，我要搬出来住，以后我们过自己的日子，再也不受他干扰。丁阳的身体微微颤抖，眼神中满是对未来的期许和对我的祈求。妈妈在一旁听着，冷哼一声，那声音里充满了不屑与质疑。说得好听，现在知道错了，当初打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？我女儿可不能再跟你回去受委屈。妈妈的双手紧紧握拳，仿佛随时准备为我再次战斗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丁阳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曾经我们相爱的点点滴滴，那些一起漫步在夕阳下的街道，一起分享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画面，像电影般在我脑海中放映。说不稀软是假的，毕竟3年的感情不是轻易就能抹去，那是一段深深烙印在生命里的回忆。但那些被婆婆刁难、被她误解的日子，也如鲠在喉，每一次回想起来，都伴随着刺痛和委屈。起来吧，我轻声说，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和无奈。我需要时间考虑，这不是一件能立刻做决定的事。你让我太失望了，我们之间的信任也破碎了，不是你几句话就能修复的。我微微低下头，避开了丁阳的目光，心中的纠结让我有些不敢面对他。丁阳站起身，眼中带着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，如同黑暗中闪烁的烛火。好，妍妍，我等你，不管多久我都等。我会用行动证明我能改，能给你幸福。说完，他缓缓转身，脚步沉重地离开了，那背影看起来有些落寞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丁阳每天都会给我发信息。清晨，他会分享窗外第一缕阳光洒在新租房子窗台的景象，说那让他想起我们曾经一起看过的日出。中午，他会告诉我工作中的小成就，说努力工作是为了能给我更好的生活。夜晚，他会讲述街边路灯下一个孤独老人的身影，感慨生活的不易，也表达对我的思念。他还说他搬出去租了房子，努力工作，在公司主动承担更多的项目，常常加班到很晚，只为了能在经济上更有底气。同时，他也在学习如何处理家庭关系，报名参加了线上的家庭关系课程，每天都会阅读相关的书籍，还会跟我分享他的学习心得。他还会时不时给我送花，各种娇艳的花朵被精心包装好，悄悄放在我家门口。有时是一束代表永恒爱情的红玫瑰，有时是象征着纯洁友谊的百合花，还有时是充满生机的向日葵。除了花，他也会送我爱吃的点心，那些我曾经不经意间提起的美味，他都一一记在心里。每次放下东西，他都会给我发一条信息，告诉我东西放在了门口，然后默默离开，从不打扰我。而我在这段时间里也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。我开始频繁地和朋友聚会，在热闹的氛围中重新找回曾经那个开朗的自己。我们一起逛街，试穿各种漂亮的衣服，在镜子前互相调侃，一起去看电影，在黑暗的影院里分享爆米花，为电影中的情节欢笑或流泪，一起品尝美食，在香气四溢的餐厅里畅所欲言，谈论着生活中的趣事和烦恼。我还参加了一些兴趣班，绘画班让我用画笔描绘内心的情感，在色彩的世界里释放自己。瑜伽班让我在一呼一吸间感受身体和心灵的放松，忘却生活中的疲惫和烦恼。工作上，我也积极进取，主动申请参与重要的项目，常常加班到深夜，查阅大量的资料，精心准备每一份报告。我的努力得到了领导的赏识，有了新的晋升机会。当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，
也更加坚定了要好好生活的决心。1个月后，丁阳约我见面，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心中既有对未知的忐忑，又有一丝好奇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我们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见面，咖啡馆里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，轻柔的音乐在空气中流淌。丁阳看起来瘦了一些，脸颊微微凹陷，眼神中却多了几分坚定，那是一种经历过反思和成长后的笃定。妍妍，我带了东西给你看。丁阳说着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文件夹，双手递到我面前，动作中带着一丝紧张。我接过文件夹，缓缓打开，里面是一份房屋产权转让协议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，而受让人是我。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，加上借了点钱，付了一套小房子的首付，写的你的名字。我知道以前让你受了太多委屈，房子虽然不大，但我想给你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，一个没有我妈干扰的家。丁阳的声音微微颤抖，眼中满是期待和不安，像是在等待我的审判。我看着那份协议，心中泛起层层涟漪，复杂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。一方面，我被他的这份心意所触动，能感受到他想要弥补过去错误的决心；另一方面，曾经的伤害依然在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，让我难以立刻释怀。丁阳接着说，我还去参加了心理咨询课程，学习如何处理家庭矛盾，如何平衡妻子和母亲的关系。在课堂上，我学到了很多沟通的技巧和理解他人的方法。我真的变了，妍妍，求你再相信我一次。丁阳的眼神中充满了真诚，紧紧地盯着我，试图让我看到他内心深处的改变。我抬起头，看着他真诚的眼睛，沉默许久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，周围的喧嚣都渐渐远去，只剩下我们两人的心跳声。丁阳，你的改变我看到了，这段时间你做的一切我也都知道，但是婚姻不是儿戏，我需要再慎重考虑一下。不过至少我愿意重新和你接触，看看我们是否真的能重新开始。我缓缓说道，声音里带着一丝犹豫，但也有了一丝希望的曙光。丁阳眼中闪过惊喜，那光芒如同黑暗中突然亮起的星辰。好，妍妍，我会继续努力，一定让你看到我的决心。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那笑容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像重新谈恋爱一样，约会、看电影、分享生活。我们一起去看一场浪漫的露天音乐会，在星空下聆听美妙的旋律，感受彼此的心跳；一起去郊外徒步旅行，呼吸清新的空气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，在疲惫时互相扶持；一起去尝试各种新奇的餐厅，品尝不同地域的美食，分享每一口食物带来的满足。丁阳真的说到做到，对我呵护备至，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。他会在我不经意间为我披上一件外套，会在我口渴时递上一杯温热的水，会在我遇到困难时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，给予我鼓励和支持。而我和婆婆几乎断了联系，她偶尔联系丁阳，丁阳也会坚定地维护我，不让他再对我们的生活指手画脚。有一次，婆婆打电话给丁阳，说想让他回家吃饭，顺便聊聊他的终身大事。丁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他告诉婆婆，妈，我现在只爱妍妍，我和她在努力修复我们的关系，以后请你不要再来破坏我们了。从那之后，婆婆的电话渐渐少了，我们也得以享受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。半年后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天空湛蓝如宝石，云朵洁白似棉花糖。
丁阳再次向我求婚，这次他没有盛大的排场，只是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公园布置了一些鲜花和气球。公园里的花朵竞相绽放，散发着迷人的芬芳，气球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为我们祝福。他拿着戒指，单膝跪地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妍妍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我更加确定你就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，求你嫁给我，这次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，我会用我的一生来爱你，守护你。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，曾经的回忆与现在的感动交织在一起，我眼中含泪，点了点头。这一刻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仿佛为我们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这一次，我相信我们是为了彼此的幸福而重新出发。未来的路或许还会有坎坷，但我们都有了面对的勇气和决心。我们紧紧相拥，在公园里留下了幸福的剪影，而这个公园也见证了我们爱情的重生。井号破茧之后，在公园求婚成功后，丁阳和我满怀憧憬地开启了筹备新生活的旅程。为了尽快还清买房借下的钱，丁阳在工作上简直拼尽全力，像一头不知疲倦的拓荒牛。他主动揽下众多高难度项目，每天都如同置身于一场激烈的战役中。常常是我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回到家，夜幕已深沉，城市灯火辉煌，而他还被困在公司那一方小小的办公区域，对着电脑屏幕，与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复杂繁琐的方案展开殊死战斗。有时，在寂静的深夜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伸手一摸，身旁的位置依旧空荡荡的，凉意从指尖蔓延至心间。我望着窗外闪烁的霓虹灯，无奈又心疼，只能拿起手机，给他发去信息：亲爱的，注意身体，别太累着自己，早点回家。每一次发送都饱含着我深深的牵挂，而回复往往要等上许久，简短的几个字却能让我稍稍安心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在新晋升的岗位上艰难摸索，努力适应。工作内容相较以往变得更为复杂，像一团错综复杂的乱麻，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梳理、去解决。好在曾经那些在困境中锤炼出的坚韧，如同盔甲一般，让我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从容应对。但工作的压力如山般沉重，偶尔还是会压得我喘不过气，焦虑的情绪如同潮水般袭来，将我淹没。每当这时，丁阳总会在第一时间察觉到我的异样，他会立刻放下手中正忙碌的事情，哪怕那是一个紧急的工作任务。他走到我身边，轻轻地将我拥入怀中，然后耐心地开导我，陪我一起仔细分析问题的根源，绞尽脑汁地寻找解决办法。他会在我耳边轻声呢喃：别担心，有我在呢，咱们一起面对。那温柔的声音如同春日里的暖阳，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，让我的心渐渐安定下来，仿佛所有的困难都变得不再那么可怕。随着我们感情的逐渐升温，生活似乎正朝着美好的方向稳步迈进。然而婆婆那边却毫无征兆的又起了波澜。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，夕阳的余晖洒在大地上，给世间万物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。我结束了一天的奔波，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回家。走到家门口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眼前，婆婆王华。她站在那里，身形显得有些落寞，看到我时，脸上瞬间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容，那笑容里似乎夹杂着些许尴尬和不自在。妍妍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等半天了。我心里猛地一紧，一种警惕感油然而生，
不由自主地看着她，语气中带着一丝疑惑：“您怎么来了？”婆婆的眼神有些闪躲，目光游移不定，像是在逃避着什么。她说道：“我就是想看看我儿子，这都好久没见着他了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内心挣扎了片刻，最终还是出于礼貌打开门让他进了屋。不一会儿，丁阳也下班回来了。当他看到婆婆的那一刻，原本带着些许疲惫却又洋溢着温柔的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，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寒霜。他的声音也变得低沉而有力：“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，别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吗？”婆婆一听，像是被触动了某根敏感的神经，眼眶立马红了起来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紧接着便开始哭诉起来：“儿子啊，你这是要气死妈啊！你为了这个女人都不要妈了，你从小没了爸，妈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一把屎一把尿的，容易吗？现在你却这么狠心，说不要妈就不要妈了。”丁阳皱着眉头，额头上的皱纹拧成了一个川字，他强忍着内心的无奈和烦躁，耐心地说：“妈，我不是不要您，只是您之前的所作所为，真的伤了妍妍的心。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，这机会来得太不容易了，我们不想再被破坏了。”然而，婆婆却对丁阳的话不以为然，她像是被点燃的火药桶，情绪瞬间爆发，开始滔滔不绝地数落起我的不是。她有什么好的？自从她进了咱们家的门，家里就没消停过，整天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。你看看现在，你都快不认识妈了，眼里心里就只有她一个人。我听着这些话，心中的怒火如同被浇了一桶汽油，噌的一下就冒了起来，双手不自觉地握紧，指甲都陷入了掌心。但一想到丁阳之前为了我们的关系所付出的努力，那些努力如同璀璨的星光，照亮了我们曾经黑暗的感情之路，我还是强忍着没有发作，只是紧紧咬着嘴唇，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愤怒。丁阳见婆婆丝毫没有改变，依旧固执己见，她的语气也变得强硬起来，声音提高了几分：“妈，您别再说了，我很爱妍妍，她也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。她在工作上努力拼搏，回到家还尽心尽力操持家务，对您好歹也是尊重有加。以后您要是还想跟我保持母子关系，就请尊重我的选择，不要再这样无理取闹了，这对谁都好。”婆婆见丁阳态度如此坚决，知道这次再闹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又哭闹了一会儿，那哭声渐渐变得有气无力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离开了。经过这次风波，丁阳和我都感到无比疲惫，身心俱疲。我们默默地坐在沙发上，四周一片寂静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沉默了许久，丁阳突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有些冰凉，还微微颤抖着，像是在传递着他内心的不安和愧疚。“妍妍，对不起，又让你受委屈了。但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处理好我和我妈的关系，不会再让它影响我们的生活，我保证。”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那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和对我的深深爱意。我点了点头，心中暗暗祈祷，希望这一切都能尽快过去，我们能早日迎来真正平静、幸福的生活。日子就在这样的忙碌与磨合中，一天天地悄然流逝。为了让我们的小家更温馨，充满家的味道，我利用周末的闲暇时间，一头扎进了烹饪的世界里。我从网上搜索各种美食教程，从最基础的家常菜开始学起，尝试做各种美味佳肴。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爱的实践。丁阳也会在一旁热心的帮忙打下手，
虽然他笨手笨脚的，状况百出，不是切菜切的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，就是把调料放错，让整道菜的味道变得有些奇怪。但我们却在这充满欢乐与意外的过程中，笑声不断。有时候，我们会因为一道菜的做法争论不休，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他坚持传统的做法，认为那样才能保留菜品的原汁原味。我则想尝试新的创意，觉得可以给菜肴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争论到最后，往往是以互相妥协，一起尝试新方法而告终。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点滴，就像一颗颗珍珠，串联起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的感情愈发深厚，如同香醇的美酒，越陈越香。在一次热闹的家庭聚会上，丁阳的几个好友也应邀前来。他们看到我们现在相处得如此融洽，亲密无间，都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。其中一个朋友笑着打趣道：“丁阳啊，你可算是开窍了。以前我们还担心你会因为你妈失去这么好的媳妇呢，现在看来，你们这是要一直甜下去啊！以后可得好好向你们取经，学习怎么经营夫妻关系。”大家听了，都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在房间里回荡，充满了欢乐和温馨。那一刻，我看着丁阳，他也正深情地看着我，我们的眼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那期待如同璀璨的星辰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然而，生活就像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，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。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稳步发展，未来一片光明时，丁阳的工作上突然遭遇了重大危机。他负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，由于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，如同脱轨的列车，出现了严重的失误。这个失误如同多米诺骨牌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，让公司面临巨大的损失。丁阳作为项目负责人，首当其冲，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。那批评如同尖锐的箭矢，射向他的内心，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之中，甚至他面临着被辞退的巨大风险。那段时间，丁阳整个人都仿佛被阴霾笼罩，陷入了低谷。他整天唉声叹气，对自己充满了怀疑，眼神中失去了往日的光彩，变得暗淡无光。我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我知道，此刻他最需要的是我的支持和鼓励。于是，我不断的鼓励他，每天都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解决。你是最棒的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。”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城市，我就会早早起床，精心为他准备营养丰富的早餐，希望用美食给他带来一天的好心情，为他加油打气。晚上，我会陪他一起坐在书桌前，仔细分析项目失败的原因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我们一起查阅大量的资料，寻找可能的补救措施。在我的鼓励下，丁阳逐渐振作起来，他开始主动与同事沟通交流，重新梳理项目流程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出错的环节。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，在困境中努力寻找着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，他们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，为公司挽回了部分损失。虽然丁阳还是受到了一些处罚，但好在保住了工作。经历了这次危机，丁阳和我都更加珍惜彼此，也更加深刻地明白了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是无法避免的，但只要我们携手共进，相互扶持，就没有什么能够打倒我们。我们的感情在这场风雨的洗礼下，变得更加坚不可摧，如同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。随着时间的缓缓推移，
我们迎来了结婚纪念日。丁阳精心策划了一场浪漫至极的旅行，我们来到了一个一直以来都无比向往的海边小镇。小镇宛如世外桃源，宁静而美丽。我们漫步在金色的沙滩上，细腻的沙子从脚趾间轻轻划过，带来一阵痒痒的触感。海风温柔地吹拂着我们的脸庞，带着大海独有的气息。夕阳缓缓落下海平面，将天空染成一片绚丽的橙红色，那色彩如同燃烧的火焰，美轮美奂。丁阳突然停下脚步，他的眼神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他缓缓打开，里面是一枚闪耀的项链，项链上的宝石在夕阳的余晖下散发着迷人的光彩。他轻轻地为我戴上，动作轻柔而专注，仿佛在完成一件无比神圣的事情。他说：“妍妍，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彼此。这条项链代表着我对你的爱，它会一直陪伴着你，无论风雨，不离不弃。”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我们紧紧相拥，海浪拍打着沙滩，发出悦耳的声音，仿佛在为我们的爱情奏响最美的乐章。回到家后，我们决定邀请双方父母一起吃顿饭，正式宣布我们重新在一起的消息。当妈妈看到我们如此幸福，手牵着手，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时，她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那笑容里满是对我们的祝福和安心。而婆婆这次她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，她主动走到我面前，眼神中充满了真诚和愧疚，说：“妍妍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太糊涂了，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，希望你能原谅我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”看着婆婆真诚的眼神，我心中的怨恨也渐渐消散，如同冰雪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慢慢融化。我微笑着说：“妈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以后好好相处。”那一刻，餐桌上充满了温馨和欢乐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欢声笑语不断，终于和和美美的团聚在一起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的生活步入了正轨。丁阳在工作上越发得心应手，凭借着他的努力和才华，得到了晋升的机会。他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，实现着自己的价值。我也在自己的领域里努力耕耘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我们会在周末一起去看望双方父母，陪他们聊天、吃饭，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。我们还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，给它取名叫幸福。它那活泼可爱的模样，给我们的小家增添了许多生机和欢乐，让我们的小家更加温暖，充满了家的味道。每当我回忆起过去那些痛苦的经历，再看看现在身边的丁阳，看看我们温馨的家，心中都充满了感慨。曾经以为破碎的爱情，在经历了风雨的洗礼后，变得更加坚不可摧。我们用爱和勇气打破了生活中的重重困境，迎来了属于我们的幸福。而未来，无论还有多少挑战在等待着我们，我们都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去面对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只要彼此相爱，携手共进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行的脚步。我们会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，一起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。